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关于吸血鬼的真相一定超出你的想象。10多年前，我是在大学实验室里第一次听到了这个故事。原来医学的真相往往比虚构的故事更可怕。几十年前，当医生们战胜吸血鬼以后，我们每个人的手臂上都被种下了一颗印记。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故事。时间回到1883年，美国罗德岛州的乡下，乔治·布朗拥有一座农场和一个5口之家，妻子很漂亮，2个女儿亭亭玉立，小儿子也正在茁壮成长。但是几个月前，厄运突然袭击了他们，妻子因为肺结核去世了，3个孩子没了妈妈，和父亲相依为命。几周以后，丧礼刚刚结束，医生朋友又急匆匆地来到了乔治家。乔治跟着医生上楼，2女儿和小儿子肩并肩地坐在楼梯上。不一会儿，楼上传来了大女儿的咳嗽声，接着又好像听到了父亲和医生的谈话声。医生说：“对不起，你见过这种病的结局。”几个月前，妈妈也是在同一张床上，伴随着同样的咳嗽声离开了人世。那个时候，肺结核正在肆虐美国，仅仅1883年这一年就夺走了新英格兰1/4人口的生命。新英格兰也就是最原始的美国，今天的美国东北6州。而乔治一家很不幸就处在这场大灾难的风暴中心。妈妈大姐先后去世了，5口之家变成了3口之家。乔治开始祷告，他恳求上帝让这可怕的疾病放过自己的孩子们。果然，上帝就像听到了祷告一样，在接下来的9年当中，尽管肺结核依旧折磨着整个新英格兰，但乔治一家却从灾难当中幸免了。一转眼，小儿子已经变成了大小伙，1年前刚刚和热恋的女友结婚，妻子和2姐正在说笑，父子俩劈着柴火，阳光下的农场充满了热情。但就在这天早上了，一阵咳嗽声又打破了宁静。小儿子赶紧藏起那只沾满血的手帕，但乔治还是看到了。他盯着儿子，只问了一句话：“多久了？”小儿子答：“2个礼拜。”肺结核又来了，但乔治却没有被击倒。这天下午，乔治召开家庭会议，他跟儿子和儿媳妇说，大西部的科罗拉多泉附近有一所特殊的医院，专门治疗这种疾病。自己朋友的弟弟就是在那里康复的，据说那里的空气可以净化肺部，所以你们俩一起去，自己再卖掉几头牲口就好了。儿子反对：“那谁来帮你耕地了？”这个时候2姐走了进来，站在父亲身边。她说：“还有我了。”父亲也说自己已经失去了妻子和1个女儿，不能再失去儿子了，家里不用担心。就这样，儿子和儿媳前往了西部，农场里只剩下老爹和2姐。但就在儿子走后的第3个月，楼上的房间里又传来了那种熟悉的咳嗽声。肺结核这一次袭击了2姐。同样的房间，同样的床铺，同样的医生，同样的束手无策。乔治又在这里送走了第3位亲人。1年以后，小儿子回来了，科罗拉多的空气让他渐渐好转，父亲的脸上还有一丝希望。但是不久以后的一天晚上，那阵咳嗽声又从楼上传了下来，小儿子的病情急转直下，医生又赶了过来。但这次跟医生一起来的还有一个乔治的邻居，邻居带着一个陌生人。陌生人说自己虽然不是医生，但对这种病很有经验。他听说了乔治一家的悲剧，很想过来告诉他，这个幽灵杀手根本不是什么疾病，而是跟恶魔有关。听说你的小儿子去西部以后病情就好转了，但一回到家里又迅速恶化，是这样吗？这就是被恶魔附体的证据啊！这些恶魔寄居在房子里，会钻进所爱之人的心脏，他们渴望鲜血，又畏惧死亡，只能凭借着所爱之人的活力在人间留恋。医生让乔治不要相信这些鬼话，但邻居也在旁边说：“乔治，你要知道，这种恶魔会钻进所爱之人的身体，再一点一点地耗干他，然后又会跟着新死亡的人进入坟墓，再从坟墓中返回，在房间里寻找下一个所爱之人，寄生到下一个人的身体上，享受他的鲜血，耗干他的身体，
这样的死亡会一个接一个，直到房子里再也没有活人。自己带来的这位朋友就曾经亲眼见过这一切，他也是直到妻子和4个孩子都去世以后，才接受了真相，拯救了他唯一的小女儿。乔治问：那该怎么办？陌生人又说：我们必须挖开坟墓，找到谁是恶魔的宿主。如果遗体已经腐烂，那么我们可以肯定他确实已经死了。而如果遗体上依旧有不自然的光泽，那我们则必须检查他的心脏。心脏里如果有鲜血，我们就知道恶魔已经把他当成了宿主。唯一的办法就是烧毁那颗心脏，让恶魔一起毁灭。医生实在听不下去了，跟乔治说这都是旧大陆的迷信。乔治盯着陌生人的眼睛，只问了一个问题：你是要让我挖出自己妻子和2个女儿的遗体吗？陌生人点点头。乔治突然变了脸，告诉他：先生，很遗憾你失去了亲人，但请立刻离开我的房子。就这样谈话不欢而散。因为惊扰逝者，这不仅在中国是无法接受的，在当时的新英格兰也是一样。乔治生活在一个奇幻的科学时代，电灯已经照亮了城市，铁轨、马路、电车也正在改变着旧世界。特斯拉正在设计无线输电的高塔，伦琴的 X 光已经看到了人体的内部，莱特兄弟也即将飞上天空，电报正在传遍全球，巨能连接着大陆，高楼也在拔地而起。但这一切科学繁荣之下，却有一个阴暗的角落，那就是医学。虽然医生们已经知道了肺结核是由某种病原体引发的，但是医生们却根本没有对抗病原体的武器，他们还在用着中世纪的柳叶刀，还在给病人放血。黎明前的黑暗最让人绝望，新英格兰的居民们开始流传100多年前那位德国御医的言论。他叫做斯塔尔，他提出过一个叫做阿尼玛的概念，可以解释眼前的疾病。他认为所有的生命体都有阿尼玛，正是阿尼玛这股隐形的力量流遍全身，才让人有了生命和活力。只有当阿尼玛离开身体的情况下，遗体才会开始腐烂。所以世界上也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是身体已经死亡，但阿尼玛还没有离开。陌生人口中那个会钻入所爱之人心脏的恶魔，一定就是不愿意离开的阿尼玛。这种学说其实和中国道家的三魂七魄类似，就像我们原来聊吕洞宾的故事一样，魂都是好的，魄都是坏的。魂来自太虚，和原始是同一个东西，它控制着我们灵魂当中高尚的品格，会在身体死亡以后立刻离开。而魄都是浑浊的，居住在我们的凡心当中，控制着我们的贪嗔痴，不愿意离开身体，总是留恋人间。所以那些生前魄特别重的人会在死后不腐，这是因为魄依旧占据着他们的身体，让它变成了僵尸。同样，在阿尼玛的理论指导下，新英格兰的居民们也创造了一种仪式，叫做治疗性挖掘。他们用科学的幌子来欺骗自己，让信仰上无法接受的挖掘变成了一种可以拯救家人的疗法。所以在陌生人走了以后，乔治却开始一点一点的动摇。另外补充一个小故事，这个提出阿尼玛的斯塔尔是莱布尼兹的好朋友，莱布尼兹又是中国纯阳学说易经学说的狂热粉丝。有证据显示，莱布尼兹的二进制思想就来源于易经，而这个莱布尼兹的二进制思想呢，又直接导致了后来冯诺依曼设计计算机。所以除了原先那个荣格泡利学习李洞宾修炼丹道的故事，这个莱布尼兹企图用易经学计算宇宙的故事，我们有机会再专门说。继续说吸血鬼的故事。这天，儿子在高烧当中突然对着门口喊出了二姐的名字。乔治追出去，恍惚间就看到了当年的场景，小儿子和二姐肩并肩地坐在楼梯上。回到楼上又恍惚看到了妻子回眸的样子。大女儿曾经在楼下的草坪上玩耍，记忆是那么的真实，但现实中却是一个电闪雷鸣的雨夜。小儿子的额头滚烫，儿媳妇在床边哭泣，窗外的闪电照进了乔治的眼睛，他看清了外面的那个人影，转过身来竟然是二姐的容颜。
小儿子还在胡言乱语，但乔治听得很清楚，他在说：二姐，不要走。第二天中午，儿媳哭着说：哪怕是一点点希望，你难道不会在将来因为彻底失去以后，再为今天的决定所后悔吗？求求你了。下午，乔治找来了医生朋友，他跟医生说：最开始你们说是遗传病，我相信了，后来又说是寄生虫，我也相信了，但现在我迷失了，连上帝也不相信了，原谅我上帝。医生，我从来不相信恶魔，你知道的，而那个陌生人所谓的真相是现在唯一的希望，请你帮我一次，我决定试试那个挖掘治疗的方案。医生说，根据最新的德国研究，肺结核是由一种杆状细菌所引起的。乔治打断医生，说自己不在意原因，只想找到补救的方法，只有挖掘治疗是现在唯一的希望啊！最终在一天下午，乔治带着医生、邻居和陌生人挖开了坟墓。首先被挖出来的是妻子，并没有任何异常，接着是大女儿的墓穴，也没有出现陌生人口中的不正常光泽。医生劝乔治放弃，但在陌生人和邻居的鼓动下，乔治还是挖开了二女儿的墓穴。那一刻，乔治相信了，因为二女儿竟然没有腐朽，嘴唇上还有血色。很显然，这和陌生人说的恶魔寄生的现象是一模一样的。邻居抄起铁锹就要杀死恶魔，但乔治一把拦住他，他让医生来处理，自己要对付的只是恶魔，不是眼前容颜依旧的二女儿。医生按照仪式取出了寄居着恶魔的心和肝，陌生人让乔治烧毁它，最后又说这些灰烬拿去给你的小儿子服用，自己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拯救了最后一个女儿。乔治把灰烬倒入茶杯，病床上的儿子还在拒绝这种恐怖的补药，但最终还是在强烈的求生欲望之下喝了下去。但结果可想而知，他并没有获救。几周以后，小儿子也死于肺结核。乔治的疯狂行动，对上帝的背叛，还有他所有的不幸，以及群众们对疾病和恶魔的恐惧，让这个事件立刻成了爆炸新闻。整个新英格兰的报纸都在谈论这件事儿。接着，后世的研究者们发现，这些报纸的编辑们首次创造了一个词来形容乔治的二女儿，这个词叫做 vampire， 吸血鬼。乔治的二女儿叫做莫西布朗，所以整个事件史称莫西布朗吸血鬼事件。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简报的笔记甚至在日后两个著名作家的手稿当中被找到。这两个作家分别是艾守义大人和布拉姆斯托克。艾守义根据这个事件创作了《未必之屋》，而斯托克创作的故事影响力更大，叫做德拉库拉。这也就是现在所有吸血鬼故事中的初代大魔王德拉库拉伯爵。但现在几乎没有人知道，伯爵其实还有一个现实当中的名字，莫西布朗，乔治可怜的二女儿。事实上，后来的人类学家也研究过，二女儿之所以不腐，完全是因为下葬的时间只有3个月，并且正好是冬天，下葬前还在地窖里停灵了好几周，这让她身体里那些会导致腐败的细菌全部被抑制了。这就是吸血鬼的真相，来源于100多年前人们对肺结核的恐惧。回到科学的视角里，后来的医生们要如何猎杀肺结核呢？就在乔治家遭遇不幸的100多年前，肺结核已经在欧洲获得了白死病的称号。当时欧洲人几乎100%携带结核杆菌，最终大约有1/4的人发病死亡。相对于发病速度快的黑死病，白死病给欧洲人的折磨更加深远，也更加恐怖，因为它被称作最美丽的死亡，一度让全欧洲都放弃了抵抗。上层社会的文人墨客、贵族小姐们甚至以染上肺结核为美，比如经典的茶花女，弱不禁风，身材纤细又娇柔忧郁，偶尔还会咳出星星点点的嫣红，这其实是典型的肺结核症状。还比如济慈在他25岁去世的时候，大诗人雪莱送来挽歌，他说济慈的死亡是美丽的，就像一个已经睡着的人一样。
感觉诗情当中雪莱都有点羡慕济慈的结核病。他认为是结核病让济慈变得敏感而美丽。果然在29岁的时候，雪莱也死于肺结核。还有拜伦更加直接明确表示，如果要死，希望死于肺结核。然后36岁的时候死于治疗肺结核时候的放血过量。这个故事我们原来在会员影片里聊过。当时的欧洲文艺青年们几乎都因为肺结核而英年早逝，席勒、肖邦、卡夫卡等等等等。如果没有肺结核，不是那种瘦弱忧郁的气质，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文艺青年。比如有个大文豪叫做大仲马，他天天盼望着自己得肺结核，什么时候才会有那种忧郁的美感呢？最终大仲马也没有如愿，就连他的儿子小仲马也没能如愿。于是小仲马就把这种2代人对美丽死亡的渴求写到了茶花女的身上。就这样，肺结核在欧洲蹂躏了几百年，反而是正常的体态成了粗俗的审美。甚至有学者认为，今天的白幼瘦、丰腰长腿的女性审美依旧是当年没有消退的遗风。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不光欧洲，中国也是一样。想想我们的传统文化，最美的女人是什么样子？西施嫔眉、黛玉葬花，是不是也是这种忧郁、敏感、瘦弱的调调？再想想汉唐时代的女强人们，显然是一群敢把皇帝老公们按在桌子上摩擦的女主人呢。这种转变很可能就是肺结核对我们审美的驯化。事实上，引起肺结核的结核分支杆菌是一种很弱鸡的细菌，每18到24个小时才分裂一次，普通的细菌每半个小时就分裂一次。它宅在自己的细胞膜里面，看上去人畜无害，就连白细胞来吞噬它也绝对不反抗，因为它对自己的细胞膜有信心。这是它进化了1万年的白丝袜，穿在身上以后，俨然就变成了一个弱不禁风的白幼瘦。所以白细胞竟然不会去杀死它，而是带着它在你体内飙车呀，顺着血管跑遍全身，然后就到了白幼瘦梦想的那个老家肺泡。这里氧气充足，营养丰富，于是白幼瘦在这里下车，跟白细胞道一声珍重。这样一来，看似弱不禁风的结核杆菌反而有了很强的毒性，因为它可以逃过白细胞的攻击，所以理论上只需要10例细菌进入身体就可以让你感染。而携带结核杆菌的患者一次喷嚏就可以喷射出3万多个细菌。还有更可怕的，那就是它们的细胞膜还可以防止脱水，在干燥的灰尘当中能存活10天，而在干燥的痰液里面竟然可以存活半年。接着它们宅在你的肺泡里面，不慌也不忙，慢慢的分裂。当它们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巨噬细胞出马了，一顿吞，但结果白幼瘦的丝袜又套上了，巨噬细胞竟然被忽悠的母性大发，在自己的身体内抚育起了这群宝宝。慢慢的被感染的巨噬细胞也越来越多，在你体内形成的村落，也就是一个个小肿块，主要集中在肺部。医生们把它叫做结核性肉芽肿。这个时候呢，免疫系统彻底怒了，但白幼瘦们却再一次套上丝袜，又去迷惑树突细胞，让它不要发布屠城的命令，把这个小肿块留给自己，他们保证不会出去继续危害身体。然后树突细胞竟然同意了。这就是今天在全球大约1/4人体内都在发生的故事。几乎没有症状，杆菌在你体内潜伏5年、10年，甚至终身不会发病。但是当某一天你的免疫系统歇菜了，比如感染了 HIV， 再次感染结核杆菌，或者因为身体内的菌群失衡导致了免疫系统宕机的时候，这群白幼瘦又开始逃出肿块，向全身发起攻击，尤其是在肺部形成了很多像干奶酪一样的坏死空腔，空腔连接着支气管，引发咳嗽，然后身体就会把这些坏死空腔里面的组织给咳出来，也就是你看到的那一抹嫣红。到了这个时候基本就是绝症了，在古代无药可救，即使是现在也有50%的致死率。时间回到1882年，在德国柏林的生理学会上，一个中年人正在展示着自己的细菌。
在显微镜下，这是一团紫色杆状的菌落。接着他用完美的逻辑证明了这就是肺结核的真凶。报告结束，现场先是停顿了半分钟，然后爆发出一阵一阵的掌声。整篇报道的论文只有9000字，但正是这9000字让医生们看到了猎杀吸血鬼的曙光。这个中年人叫做罗伯特·科赫，他所用的完美逻辑这叫做科赫法则。本来几十年前医生们就已经大概猜到了肺结核一定是由某种病原体引起的，但这个病原体究竟是什么呢？一直没人把它从病人体内给分离出来。医生们解剖过很多患者的遗体，也发现了肺部的坏死空腔，按理说病菌就应该在这些空腔当中，但是为什么显微镜中根本找不到任何病菌呢？科赫也无法找到。但当他把这些空腔组织捣碎注射到动物体了以后，动物又确实出现了相同的病症，所以一定还是某种病菌在捣鬼。于是科赫猜想，会不会是这种病菌是透明的，显微镜无法看到？然后科赫就开始用各种颜料给病菌染色，结果依旧是什么都看不到。无数的医生们也都是倒在了这一步上面，而科赫没有放弃。也不知道哪里来的灵感，他竟然鬼使神差地配置了一种新型染色剂亚甲基蓝加比斯曼中，结果显微镜中果然出现了那些紫色的小杆菌。然后科赫又制作了一种热凝绵羊血清做成的培养基，在体外成功培养了这些小杆菌，再把培养的杆菌注入动物体内也能治病。同时这些患病动物的体内又可以分离出同样的致病菌，再培养一代依旧可以让动物患病。到此为止，一共4步：分离病原体、体外培养、接种治病、子代治病。这就是逻辑完美的科赫法则。科赫发表演说的这一天是3月24日，至今这都是世界防治结核病日。但是科赫的发现并不是战胜肺结核的终点。很显然，乔治一家的故事都发生在科赫发现结核杆菌的10年以后，所以这里面还有故事。法国的细菌研究所使用了科赫的染色法，又找到了一种牛身上的结核杆菌。接着法国人就开始突发奇想，当年人类战胜天花使用了牛痘做疫苗，那如果把牛结核杆菌接种到人身上，是不是也有同样的免疫效果了？然后是一连串的实验失误，牛杆菌竟然能让人也治病，人体实验的细节还被披露了出来，研发疫苗的项目也成了道德谴责的重灾区，没有人敢继续再推进了。但是实验室里有2个细菌学家，他们坚信牛杆菌一定就是最终的解药，因为在牛杆菌体外培养的过程当中，他们观察到细菌的毒性正在慢慢减弱。于是从1908年开始，每3周他们就培养1代细菌，直到1921年已经培养了230代。这个时候他俩确信牛杆菌的毒性已经足够弱到它已经变成了一种减毒疫苗，也就是注射以后毒性刚刚好，不会致病，但又能让免疫系统记住这一类套丝袜的杆菌。果然临床实验以后发现，他俩13年的坚持没有错，疫苗是安全的。从此以后他俩就成了正魔双雄，卡尔梅特和芥兰。他们开发出来的疫苗叫做卡介苗，号称人生第一针，出生24小时之内必须接种。现在撸起你的袖子，仔细看，你胳膊上一定有一个圆斑，那就是封印你体内吸血鬼的印记啊！至今它都是防治肺结核的唯一疫苗。这就是吸血鬼背后的真实故事，从恐惧、迷失和集体躺平当中一步一步走出了猎杀吸血鬼的英雄，让我们彻底封印了一切的恐怖和痛苦。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多亏卡介双雄当年没有碰到你这样的学生啊，曾经一个失误就砸了整个实验室5年的心血啊。